有那么一款游戏14万份评价，依旧能保持98%的好评，玩家们称它为精神鸦片。游戏是好游戏，但是有一定的学习成本，没接触过的小伙伴建议从游戏本体开始尝试，因为它本体的内容已经很丰富了。如果你再加入 DLC， 会导致信息量太大而失去兴趣。我上学都没那么用功，玩个游戏比高考还伤脑筋。阅了大量的攻略，而且也通关了1周目。那么现在就由我来带大家快速上手这款游戏。现在我们开始一个新游戏《星舰殖民地》，这里有4个选项，分别是迫降、失落的部落、富有探险家和赤裸的暴行。我们这个坑就从最经典的3人迫降开始游玩。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后续我会陆续的开坑。这有3个叙事者，一个是卡桑德拉，一个是菲比，一个是兰迪。这3个叙事者代表着3种不同的难度。卡桑德拉比较平顺，难度适中；菲比就是最简单的，兰迪就是随机性比较强。我们就选卡姐吧，卡桑德拉。然后这边那排选项也跟难度有关，游戏难度从上往下，最上面最简单，最下边最难。我们这儿选一个荒野求生一个适中的难度模式，就普通模式，硬核模式好像是不能存档的好，到这个界面我稍微说一下，游戏的玩法是我们迫降到一个未知的星球，当然这个星球上也有一些其他的文明，上面2个有房子的标志是外来者联盟，属于一种高等文明，下面2个帐篷图标的是部落文明，是一种比较落后的文明。上去这4个文明里边有2个跟我们是中立关系，有2个是敌对关系。这2个敌对关系的文明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进行改善的，但是再往下野蛮人、海盗团、机械族和虫子，他们是永远跟我们敌对的。这其他的东西我都没动，人口密度我往右边调了1格，是因为这样可以让它生成更多的 NPC， 那么我们的着陆点就有更多的选择。好的，地图生成好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球上有很多地形地貌，建议新手小伙伴不要去什么冻土沙漠那种比较极端的地形。温带森林是这里边所有地形里面气候最温和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温带森林里边找一个中立关系的外来者联盟，它家的旁边作为我们的着陆点。打个比方，这个地方就非常好，这条路的2边，一个是黄色的部落，一个是紫色的外来者联盟，这2个文明跟我们都是中立关系，我们可以找他们做贸易。这个地形是小丘陵，小丘陵不适合建家这样我们可以往后移1格，再移1格。平原平原就比较适合建家了。这里的岩石类型有石灰岩和板岩，最好是花岗石兄弟们。这有花岗石和大理石。花岗石是这几个岩石里边硬度最高的，做出来的墙耐久也是最高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生长周期60-30，那就代表1年之内有1半的时间农作物不生长。好的，那么着陆点这边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咱们再来看一下选人界面。好了，兄弟们，到了选人界面，这你可以随机随出各种小人。这里我强烈建议大家安一个精心准备的 mod， 就算你是新手，就是萌新第一次接触这个游戏，我也强烈你安一个精心准备，因为这样随机揉的太累了，你揉几个小时可能都揉不到你想要的小人了。我只装了这一个 mod 其他的 mod 我都没装。这个游戏的 mod 也很多，真的不比江回少，但是我想先体验一下原版，等你把原版玩一段时间再去加 mod，就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相当于花1份的钱体验了2种游戏。有了精心准备这个 mod， 你可以编辑你心仪的小人，然后你想要怎么技能直接往上加，但是也是有点数限制的，右上角这个点数不能为负数。那么这些小人呢，我已经捏好了兄弟们，我就直接载入预设了好，我们这次开场的人物依然是486，还有雷姆和拉姆。关系在这个地方可以自己设置，486和雷姆是情人关系，然后雷姆和拉姆是姐妹关系。这边的物资我把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全部都删除了，然后我就会多一些点数，然后把这个点数就加在人物的技能点上。我们的486是一个军火商人，他擅长射击、建造、采矿，社交也很强，主要是跟别人谈生意贩卖军火。这边的技能大家把鼠标悬停在这儿就能看得到了。打比方说射击就是使用各类的远程武器，这大家自己看一下，我就不一个个的介绍了技能条前边的火是代表人物对这个技能的兴趣，火越多就代表兴趣越浓，兴趣越浓就代表他学习的越快。然后我们的雷姆手工很高，还有智识很高，主要是在基地里边研究科技，然后制造装备。好，第3个人物拉姆，他就是我们的厨子加上农夫，又做饭又种田好的，那么设置就基本上这样了咱们开始一个新游戏。
好 ，OK， 3艘飞船下来了之后，我们先按一下暂停，先点一下开关地形的支撑。好，现在可以看到地图上有一些红色的区域，这个红色的区域就代表这个地底下没有支撑，这是不能建家也不能建墙的，所以我们建家就把这个红色的区域给避开。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打开啊，打开把家里规划好之后就可以关掉了。我们的家肯定是建在正中央的，因为敌机是来自这个地图的四面八方。打个比方，我们把家建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左下角正好来个袭击，它就直接冲到我们家里来了，就没有任何的准备时间，所以家最好是建在中心区域，避开这些红色的方块就行了啊。哎，这儿还有一个泉眼啊，这个地方是可以做一个发电设施，可以稳定输出3600瓦的那个电力。那么经过了1周末的游玩，我对基地的布局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好，这中间是寝室属于睡觉的地方，寝室上边就是娱乐室和餐厅，吃饭和娱乐的地方，然后下边就是工作间啊，咱们一起来啊，先娱乐一下，然后再去工作间做事情。然后左边的上边这一块是厨房，厨房下面就是冷库，我们的肉类还有农作物都得放到冷库里边，要不然放在外边是会腐败的。咱们的厨子到冷库里边拿食材啊，就去上面做饭，做了饭之后再回头放到冷库里面冻起来。厨房的旁边是囚犯室，囚犯室上面是一个屠宰区，专门屠宰动物还有屠宰人的，人也可以屠宰。冷库的下边是水栽培，这个水栽培我建议大家也跟冷库放近一点，因为这边收的菜啊直接可以放到冷库里边冻起来啊，不用走路走很远。这一切的规划都是为了小人减少走来走去的时间啊。水栽培下边是一大块动物区，动物区的右上方是动物产卵室，这个产卵室就是动物在里边生蛋或者是生崽之类的。好，然后这一边就是一个大的仓库，这个仓库里边放的东西就比较杂了，一切不会腐败的物品全部堆在这个仓库里边。仓库上面分配了一小块地方做配电房，配电房里面是放电池的。好的，然后在外边就是一层围墙了，围墙的正上方就是打击阵。好的，那么家营介绍完了，我就自己来画一下啊。好的，兄弟们，我稍微花了点时间把基地的规划图画完了。这个图怎么画呢？在建筑规划里边点一下命令，最右边有一个计划，还有一个移除计划，大家可以在地图上随意的画啊，画的不对还可以把它移除掉。那么这个基地我之前是打算坐在正中央的，后来我把它整个的往右上角移了一下，我是想把这个泉眼框进来，这是其一。其二，我是想把这2片肥沃的土地给它让出来啊。我们在右下角点一下开关肥沃度的显示，绿色的区域就是肥沃的土地。这样的话，右上角如果来敌人离我们是最近的，很快就会跟我们接触。但是问题不是很大。那么这个基地的整个规划就是按照我之前的那个表格来做的啊。上面这一块地方是打击阵，然后这是娱乐室啊，餐厅，这是寝室，下面是工作间，再下边就是养殖区，然后右边这是一个大的仓库，左边这是一个小的冷库，上面是厨房和球室。好的，那么这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了，谢谢大家观看，喜欢的点个赞，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